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画得出来了，绘画能力也已经很 OK 了，但却陷入到一股迷茫之中。在网上看到各种画师的作画视频和风格，感觉自己都想要，都想学，同时又感觉自己内心里的绘画的那股热情在慢慢的下降，画什么都没劲了。这是我的一位朋友最近聊天时向我表达的困惑，于是我们展开了探讨，一番兜兜转转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我看别人画画时，脑海里会有很多问号，这个人体为什么是这样的姿态？为什么这根线条是这样画？他为什么要这么操作？我自己在绘画中最享受的点是通过绘画想清楚这是为什么的那一刻，享受那整个过程变得全然清晰，绘画的步骤和逻辑流露出来的清晰的结构感。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是天然喜欢画画的，越长大越发现纯然的观察已经不能令我很兴奋了，画各种绘画和创作也不能让我很兴奋。我也一度怀疑我是不是对绘画无动于衷了。当我看到达芬奇的绘画以后，我发现自己很喜欢有道理的绘画，那些看似潦草的设计稿背后所呈现的思考更吸引我。最后我渐渐明白，绘画只是一个手段，关键是我们每个人要通过这个手段满足什么。最开始我们会很笼统地说我就是喜欢画画，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迟早会在其中看见那个道路的分岔口，那便是迷茫的时刻。这其实是个机会，它让我们更清楚自己更喜欢什么。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这样的，我们一起在央美读书，都很喜欢画画。入学后有段时间他沉迷在摄影之中，他也以为自己是移情别恋了，更喜欢摄影了。跟着老师学了大量的商业摄影技巧后，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用这个道具记录自己生活中感兴趣的那一瞬间。后面他就离开老师的那个商业摄影团队，玩了一段时间的街拍，越到后面越发现摄影对自己的限制，很多他感兴趣的点都不能良好的直接呈现，因为摄影有它天然的局限性，它会把一个构图中所有的东西都记录下来，并不能精准的筛选掉不感兴趣的那一部分。虽然说后面也能够 P 图做各种拼贴合成，但也只能对有限的素材进行改造，而且精修一张图片的成本并不比画一张画低。最后发现还是绘画对他来说更方便，他能更精确的筛选出他关注的点，把生活中有趣的画面提炼出来。这就是他通过摄影这件事慢慢弄清楚了自己绘画中享受的那个点，重新回归到了绘画。聊完这些以后，最开始提问的那个朋友有所触动，他渐渐地意识到自己真正享受的点是卷啊，大家没听错，就是内卷的那个卷。他从小到大玩各种游戏，但对游戏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能够 PVP。他也玩过很多单机大作，但都没有打排名让他有明显的兴奋感。画画时，刚开始学习写实绘画，他就不由自主的想要画得比别人更逼真、更好、更快。过去一段时间他都是这样子在磨练，现在他做到了，给他任何一张图片都能够画得十分逼真，几乎一模一样，比当时同时期学绘画的同学们更强。他已经没有动力了，就像以前在 PVP 里面打到排名第一以后，他就会卸载游戏一样。最后他听完我的描述以后，决定继续去插画里面学习，打算学习插画创作，然后便有了以下的对话。这个很卷啊，里面的知识点和难度都挺高的，画得好的创作者也很多，画风也很丰富，在这条赛道上面卷有点累。那就对了，不够卷的游戏是没有意思的。那我想进行这种版绘创作，我需要学习哪些基础呢？就是我现在已经能够画出我看到的东西了，在这个基础上我还缺少什么呢？你说的这种版绘创作是哪一种呀？版绘只是一种功能比较丰富的工具，就像油画和铅笔一样，它们可以画出很多种风格的创作，不同的风格和目标所需要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就是这种，还有这种，它们都挺好的，我都很喜欢。你刚才给我看的这些风格都不太一样，它们有一部分共同的技巧，但是具体到风格上面还是有很多种不同的细节技巧。共同的部分比如说，它们都需要一些扎实的人体模型知识，懂得基本的透视，知道如何在空间中构建一个合理的场景，会一些分镜和构图，知道怎么把故事感给表现得舒服。那是不是学完这些知识点，我就可以画出刚才那些画面了？梦里面都是可以的。根据我的了解，我们都不是什么天赋异禀的奇才，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玩好一种风格就已经很耗费精力了，样样都学只会样样都不精。其实你选择哪一种都是不错的，关键是
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支付代价，代价就是其他的画风你主动放弃了。当你完成抉择的那一刻，后面支撑你的就是责任和决心了。按你的说法，你是个卷王，卷王是不能随便切换赛道的。当你频繁切换赛道的时候，别的卷王已经卷进去很多时间了。你这么说，我突然意识到我年纪不小了，很多优秀的画师都是专业美院大学生，从小就开始卷了，那我还卷得赢吗？怎样才算卷赢了呢？参加专业比赛获奖，这就相当于我在打游戏的时候，在对战中获胜，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把你想要参加的比赛历届作品拿出来系统研究，归纳出评委的审美口味，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获奖选手的视频或者课程进行学习和模仿，成功的概率应该会提升不小。我可能不太想要这样直接开始学，那样都是别人的套路，有点像高考应试一样。我决定先打好基础，然后再慢慢探索自己的风格。对话聊到这里，轮到我困惑了，因为在我的逻辑里面，这个世界其实不存在独一无二的风格的。就像弗洛姆所说，每个人生下来是一张白纸，我们是被各种信息所塑造出来的。只是由于童年的时候我们缺乏基本的信息量，难以形成一定的判断逻辑，所以那一段时间被灌输进来的信息会形成一种潜意识的追求，成为所谓的自我，形成我们所谓的个人喜好。这种个人喜好本质上就是一套自己的信息过滤网。成年以后，社会会向我们灌输信息，我们的童年人格又会筛选一部分信息，这样就开启了双向的自我塑造。童年时代的塑造的背景，再加上成人时代的各种信息的轰炸，各种各样的信息排列组合，这就已经足够塑造出许多的差异。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共鸣的基础。能够获得广泛认可的作品，往往是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了更多人共识的信息基础。绘画也是一样的，有的人说自己喜欢那个风格，不喜欢这种风格，其实大概率也是小时候受到了某种风格的影响，再去有所追求。我们所谓的自己风格，也是过去喜爱风格的变形，是一种新的排列组合。很多人会纠结找不到自己的风格，其实不用那么纠结，找到你自己喜欢的，然后去模仿它就好了，你就会自然的形成你自己的风格。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的成为另外一个人，每个人青少年所形成的人格筛选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模仿的时候一定会有信息偏差，而产生偏差的那一部分就会成为你的特色。绝大部分成熟的艺术家都很少会觉得自己的风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旦你和他们交流或者看他们的采访稿，他们都会说出自己的内心中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大神，活在对他的追逐和崇拜之中。所以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自己的风格。而且我这位朋友享受的不是内卷吗？直接学比赛作品应该是最契合这个状态的呀。于是我对他说出了刚才心中的这一段想法，他也很认可刚才这段逻辑，补充了自己学画画的一段经历，才终于解开了我的困惑。他说，有一段时间我打算重新捡起绘画，是因为工作中太忙太假，在家长面前要懂事，在老板面前要来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大家都很喜欢我的那副外套，因为语言太具有表演性，我在绘画时才能流露出真实的自己，感觉没有那么累，得到了放松。以前在考前班里学过画画，画过很多应试的绘画，但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效果。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画得很真实，所以就去报课学了课程。在那个过程中，渐渐地画出自己想要的效果，我很开心，同时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认可，这种卷赢了的感觉也很快乐。但等到能画出来以后，发现自己已经对这种绘画没什么感觉了，很难自我认可了，周围的人也不像当初那样那么认可我的作品了。他说到这里，我就大概了解了这个心理诉求，心中的困惑开始解开了。过去的一些心理治疗书籍所主张的人类心理核心困惑，和我刚才这位朋友表述的这一段是一致的。人之所以为人，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社交属性，而社交的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获得认可。因为被认可才能够证明存在，我们终其一生都是为了证明这个存在感。可是两个在真空之中的人是无法交流的，我们一定要通过一个第三方的媒介才能表达彼此的想法。比如我现在和你交流，我说这幅画挺好看的，我很喜欢，你说你也很喜欢，我们就在这一刻产生了共鸣，会互相产生一种你懂我的感觉。所以我们是如何获得认可的？
那就是我们喜欢或讨厌的东西，同样有人喜欢或讨厌，我们便获得认可了。寻求认可是核心诉求。过去你那段绘画的学习经历里面，你经历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快乐，一个是你的自我被认可了，就是你喜欢的事情被认可了，顺带着你为这个事情付出的努力也被认可了，并且你又在一个小圈子里面卷赢了你的同学，于是你过去的经历所塑造的那一份人格特质喜好，也就是卷这种行为也被认可了。天呀，这就是双份的快乐呀！人的一生中是没有几次能够体会到这种快乐的机会的，所以你后面一直在寻求这份喜悦重现的机会。聊到这，他似乎终于弄清楚了自己在绘画中享受的点是什么了。那么屏幕前的你们知道自己在绘画中享受的点是什么了吗？这个朋友是过去一段时间各种咨询我问题的学生的画像合集，我杜撰了这一段对话，方便回答一系列问题，希望有所启发。我是维维老师，喜欢分享绘画的问题和思考，有帮助的话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一个问题再见。